我提前得知国际原油即将从上百美元暴跌至负数，于是连夜带着女徒弟布局入场。而前2天曾嘲讽过我的徒弟的大学导师，不仅坚定选择买涨，还嘲笑我们看不懂国际趋势。当清算离场时，我们赚了上百亿，而不可一世的大学导师则暴亏几十亿。当女徒弟还在犹豫是否要联系安慰时，却在街上碰到了鼻青脸肿的他。刘老师，刘学英见是王佳妮，才稍微松了口气。她现在很怕被人认出来，那些投资者就像要吃人一样，被他们抓住，免不了又要被一顿揍。老师，您没事吧？面对学生的关心，刘学英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我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说说话吧。两人在附近找了家很小的咖啡馆，王佳妮还特意选了靠近角落的位置，可刘学英依然忍不住左右看。这里不会有人来了，您别担心。刘学英看着王佳妮那一脸关心的样子，心中难免有些唏嘘。王佳妮曾劝过我，要做原油期货的话，就一定要做空，可我没有听。而且自从我失败后，不管投资者还是家里人，都对我百般责备。王佳妮还是目前唯一一个见面后对我如此和善的人。你想找我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在手机上看到了您的新闻，想着您现在应该很难过，刚才还想给您打电话来着，又怕您误会，没想到在街上撞到了。王佳妮的关心十分明显，刘学英心中涌出一股暖流，叹了口气道：你算是有心了，那么多同学里，也只有你还能想着我。没想到我刘学英一世英名，老了，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把脸给丢尽了。以后啊，你也别说我是你老师，免得我给你丢人。怎么会呢？不管投资的结果怎么样，您始终是我的老师。再说了，金融市场本来就充满各种意外，谁也不能保证100%胜率。刘学英苦笑道：你就别安慰我了，市场是有意外不错，但我的策略也的确出了问题，没有及时看到暴跌的本质，低估了空方的决心和预期，才会败得这么惨。说白了，就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没什么可解释的。王佳妮能听出刘学英心里的不痛快，抱着那么大的期望辞职，结果却混得如此凄惨，谁能受得了？不说我了，你呢？你们应该赚了不少钱吧？之前不是说星爷的给了你1000万吗？现在有多少了？有500万被我爸偷偷转去投资公司了，就是许昌辉那时候一晚上就给亏没了。做原油期货时，我只有500万资金，现在离场结算赚了大概3000万。刘学英听得面色更加复杂，3000万和他曾掌控的100亿资金相比，算不了什么。可问题是，王佳妮用500万的本金赚回来3000万，可他呢，却把100亿资金亏得一干二净。他勉强笑了下，挺不错的。那星爷的呢？他赚了多少？应该不会比你少吧？我和叶先生没法比，他这次赚了据说100多亿，不过他的本金是20亿。刘学英听的人都傻了。之前王佳妮说叶枫拿出1000万给他练手，刘学英知道叶枫肯定是个有钱人，却没想到他有钱到这个地步。20亿的本金，我在投资公司当副总监，掌握的投资金额才100亿，叶枫一个人就能拿出相当于1/5的钱来。想想之前他对叶枫的轻视和不屑，刘学英的脸色燥红，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王佳妮也看到了刘学英满脸的羞愧。其实叶先生对您的评价还是很好的，只不过您运气不好而已。你就别骗我了，他能看得起我才怪呢。其实我就想知道，你们之前坚持要做空，是不是提前得到了什么消息？王佳妮很清楚自己的老师为什么要这样问，如果是提前得到了消息才获得如此大的盈利，那输的就不冤了。但王佳妮怎么可能和他说实话呢？无论期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，都对内幕交易有着很严厉的监管措施。没有什么消息，叶先生就是凭借对市场的判断，做出了这个决定。而且说实话，就算提前预知了趋势，又有几个人能获得8倍的盈利？刘学英面容苦涩地点着头，这话一点也没错。换作是他，哪怕知道原油期货会暴跌，也未必能获得如此高的盈利。老师，您还会回学校吗？刘学英摇了摇头，我哪还有脸回去，找着让人笑话吗？那您之后打算干嘛？还去搞投资吗？我现在是个失败者，风口浪尖上，谁敢把钱交给我？刘学英站起身来，难掩眼中的悲痛。我失败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说自己了解经济学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还有大好前途。那位叶先生，是我看走了眼，你跟着他会很有前途的，以后加油，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学生而骄傲的。看着刘学英转身离开，老师，王佳妮突然喊住了他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成为叶先生说的那个人，我会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，让我们真正成为国富民强。我希望在这样的人生旅途中能有您的帮助。等我毕业后组建投资公司，您能来帮我吗？王佳妮这番话说得很认真，她对未来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，而且刘学英的投资水平的确是有所建树的。而刘学英则是感动得眼眶发红，她重重点头道：如果未来你有需要，觉得我能帮助你，给我打电话，不管我在哪里，都会去的。王佳妮脸上这才露出笑容。您等我。好。刘学英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而他的步伐和来时相比显得轻松了许多。王佳妮这才拿起手机给叶枫发送了一条微信：师傅，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投资公司，请刘老师做顾问。不多时，叶枫回了消息：可以。答复虽然简单，却代表了认可。事业开始起步，又能帮到自己的老师，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了。看来有些失败，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啊。此时，谭菲菲竟突然接到闺蜜董云倩的电话：菲菲呀，出来逛街买衣服呀。好，正好我今天没事，马上出门。两人立马约好了地点。
此时在服装店中，谭菲菲有些羡慕地看着正在挑衣服的闺蜜董云倩。你男朋友对你这么好啊，这么贵的衣服都舍得让你买。切，才几千块钱一件，算什么贵？菲菲，你也选一件吧，就当我送给你的礼物了。谭菲菲连忙摇头，这怎么能行？我可不能要。哎呀，咱们俩这么多年关系了，送你一件衣服有什么不行的？来，就这件了。哎呀，真不行，太贵了，我不能收。多大点事，几千块钱而已。服务员，一起结账吧。谭菲菲知道董云倩的男朋友是唐明海，看着他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，谭菲菲不由得开始为唐明海的未来感到担忧。我跟你说，你别以为几千块好像很多，我那男朋友有个妹妹叫唐仲薇，人家的老公才是真的有钱，他们那北区的大别墅价值几千万呢，而且人又年轻又帅气，哎呀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和他比，我那男朋友算什么？谭菲菲听得一怔，你说的那个人叫什么啊？叫叶枫。谭菲菲看着闺蜜脸上的羡慕之色，心里忽然涌现起一股骄傲的感觉。她微微扬起脑袋道：“那个人是我表姐夫，我前段时间还去过他家呢。”果然，董云倩一脸惊讶地看着她。真的假的？你有这么有钱的姐夫？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？明海哥没跟你说过啊？好像说过吧，我记不太清了。不过既然你认识，那就太好了。帮我个忙，把叶枫约出来一块吃饭。谭菲菲一脸不解地看着他。约他出来吃饭，你要干嘛？